美国船王哈利曾对儿子小哈利说，等你到了23岁，我就将公司的财政大权交给你。谁想儿子23岁生日这天，老哈利却将儿子带进了赌场。老哈利给了小哈利2000美元，让小哈利熟悉牌桌上的伎俩，并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把钱输光。小哈利连连点头，老哈利还是不放心，反复叮嘱儿子一定要剩下500美元。小哈利拍着胸脯答应下来。然而年轻的小哈利很快赌红了眼，把父亲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最终输得1分不剩。走出赌场，小哈利十分沮丧，说他本以为最后那2把能赚回来，那时他手上的牌正在开始好转，没想到却输得更惨。老哈利说，你还要再进赌场，不过本钱我不能再给你，需要你自己去挣。小哈利用了1个月时间去打工，挣到了700美元。当他再次走进赌场，他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只能输掉1半的钱，到了只剩1半时，他一定离开牌桌。然而小哈利又一次失败了。当他输掉1半的钱时，脚下就像被钉了钉子般无法动弹。他没能坚守住自己的原则，再次把钱全都压了上去，还是输个精光。老哈利则在一旁看着一言不发。走出赌场，小哈利对父亲说，他再也不想进赌场了，因为他的性格只会让他把最后1分钱都输光，他注定是个输家。谁知老哈利却不以为然，他坚持要小哈利再进赌场。老哈利说，赌场是世界上博弈最激烈、最无情、最残酷的地方，人生亦如赌场，你怎么能不继续呢？小哈利只好再去打短工。他第3次走进赌场已是半年以后的事了。这一次他的运气还是不佳，又是一场输局。但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冷静了许多，沉稳了许多。当钱输到1半时，他毅然决然地走出了赌场。虽然他还是输掉了1半，但在心里他却有了一种赢的感觉，因为这一次他战胜了自己。老哈利看出了儿子的喜悦，他对儿子说，你以为你走进赌场是为了赢谁？你是要先赢你自己。控制住你自己，你才能做天下真正的赢家。从此以后，小哈利每次走进赌场都给自己制定一个界限，在输掉10%时，他一定会退出牌桌。再往后，熟悉了赌场的小哈利竟然开始赢了，他不但保住了本钱，而且还赢了几百美元。这时站在一旁的父亲警告他，现在应该马上离开赌桌。可头一次这么顺风顺水，小哈利哪舍得走？几把下来，他果然又赢了一些钱，眼看手上的钱就要翻倍，这可是他从没有遇到过的场面，小哈利无比兴奋。谁知就在此时形势急转直下，几个对手大大增加了赌注，这2把小哈利又输得精光，从天堂瞬间跌落地狱的小哈利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这才想起父亲的忠告，如果当时他能听从父亲的话离开，他将会是一个赢家。可惜他错过了赢的机会，又一次做了输家。1年以后，老哈利再去赌场时，小哈利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老手，输赢都控制在10%以内。不管输到10%或者赢到10%，他都会坚决离场，即使在最顺的时候，他也不会纠缠。老哈利激动不已，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能在赢时退场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老哈利毅然决定将上百亿的公司财政大权交给小哈利。听到这突然的任命，小哈利倍感吃惊，我还不懂公司业务呢。老哈利却一脸轻松地说，业务不过是小事。世上多少人失败，不是因为不懂业务，而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和欲望。老哈利很清楚，能够控制情绪和欲望，往往意味着掌控了成功的主动权。船王哈利逊子秘诀，能在赢时退场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1. 复杂的是善变难测的人性。股票交易市场体现的往往都是最直观而又最本质的东西。某只股票涨了，好像可以找出很多看起来很恰当的理由，但是如果仔细推敲的话，又会觉得每一个理由都写得很牵强，
始终找不出一种期望中的可以只赚不亏的科学理论。价格的每一次波动都是包含了市场所有交易者交易观点和交易行动之后的结果，所以在有限认知的角度的层面上，复杂的反而不见得是有效的。在复杂的数学估值选股模型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市场情绪上面，只有在市场交易者恰好也认可的情况下，它才会是有效的。因此在交易市场中，任何一个复杂的市场模型并不带有神奇的魔力。市场的问题终归还要放到市场里面来解决，所谓的市场万象，无怪乎的都表现为看起来捉摸不透的一涨一跌里面。其实对于这些涨跌的表述，一根均线加一根 K 线足够了，但是很多交易者，尤其是刚刚进入交易市场的交易者，却希望或者本能地把市场复杂化了。其实是你把炒股想得太复杂了。有句话来形容读书时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的过程，对市场的学习过程也是大概的类似。交易技术上的学习，遍学百家，不如用好一说，而交易心态的养成和修炼，更是一个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过程。这是层次的提升，不是认识的退步。很多时候，对于交易市场的顿悟，也许只有这认识上的一步，但是对大多数交易者来说，这一步走得已经足够艰辛，甚至整个交易生涯都迈不过这一步。一个很有趣的心理现象，有的时候我们把某件事或者物说得很简单的时候，大家往往不会相信，当时把同样的一件事物炫酷的包装之后，受信任程度则大大提高，事物还是那件事物，即使这件事物本身假的有多么的离谱。这还不是个别现象，广泛的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并且在股票交易市场表现得特别典型。其原因大概在于人类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对于未知的恐惧，因为不知道结果是好还是坏，所以会本能的在虚弱的内心上绑上很多复杂的东西，得到一些宽慰。二，市场改变不了混沌，交易者只能改变自己的主观臆测。投机没有捷径，也没有所谓的弯路，不过是绝大部分的交易者始终走不通的一条新路，只是还是那绝大部分的交易者一直试图在寻找捷径而已，这错了。虽通罗马的路不止一条，但是没有一条路是不需要吃苦和付出。每个交易者都会经常并且随时被市场教训，人总是这样，被教训得越深刻，越发会变得保守和求稳，不敢冒险的前提下，逼着自己去找可以解决困境的捷径，以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跟画地为牢没有太大的区别，在一个风险与收益并存的行业里，你试图避开风险，也就摒弃了收益。所以这个市场上充斥的零风险交易诀窍之类的秘籍最是没用。所有的交易方法，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操作策略以及资金管理都是交易者在收益与风险的博弈中可以得到一个风险收益比占优的概率结果。市场改变不了混沌，这是客观事实，交易者只能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主观臆测，这经常与情绪相悖，行情在震荡，交易者的情绪同时也在波动，或反向或正向。所谓一个世界顶级的模拟盘高手比不上一个最蹩脚的实盘交易员，说的最有道理，预测不会产生盈利或者亏损，只有实盘进场才会。在所有最害人的情绪中，贪婪与恐惧最甚，这两个极端的情绪就像是心态天平上两端的砝码，伴随着牛熊转换，不为外人所知地影响着每一个交易者的决策。极端的情绪最容易产生超越心理承受力的压力，熊市的恐惧杀跌，牛市的贪婪抢筹，足以让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变得像刚开始懵懂地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学生。恐惧的最直接结果是，交易者不敢站在市场大众的对立面上。在别的行业也已成规矩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许的确可以决定产生正确的结果，但是投机交易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市场压根就没有规矩可言，所有的走势都是市场惊慌失措的结果，
看似科学的分析往往得不到准确的结果，认为人性难测。所以很多别的行业的精英进入投机市场也压根玩不转，甚至比别人败得更彻底，典型的经验主义害死人。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理论的确可以给交易者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在自己的思维模式上给所有出乎意料的行情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你不能指望它可以预测市场的所有意外状况。市场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发生意外，思维不同步，认知有差异，注定了交易只能选择独行。别人的方法可以欣赏，但是很难学为所用，所以注定只能以自己为友。要想完善情绪控制力，只能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认知，对交易哲学的理解。所以在很多交易者看来，优秀的交易员都不谈技术，只会说些跟交易不着边的东西。其实他们都说了，交易如修行，无论是北禅见悟还是南禅顿悟，其最终的不过是要有一套交易理念。3. 成功投资股票的5大原则。成功的股票投资依赖于个人的训练，不依赖于别人是否赞同你。至关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稳固的、有充分依据的投资哲学。做好你的功课，除非你清楚该公司的里里外外，否则不要买它的股票。在买股票之前，花时间调查这家公司，有助于避免犯大错误。你需要确切知道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有很多灰色区域，你不能仅凭某某人说这家公司很有吸引力就去投资，你要自己决策，因为某人所说的热门成长股往往正是等待另一个人的灾难。做研究之后产生的想法需要一个冷却期。当你听到一个好的投资建议时，认为在股票行情启动之前就立即行动的想法通常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冷静的判断力总比冲动要好。很多时候，随机进行的研究会让你发现，其实这项投资缺少吸引力。寻找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公司。竞争优势有助于公司把竞争者挡在外面。如果你能识别一家公司能够阻挡竞争者，并且能持续产生高于平均水平利润的原因，你就已经鉴别出了公司竞争优势的源头。大多数高回报公司由于与其他公司竞争的缘故，利润率将会逐渐降低。竞争优势可以保护一小部分公司在很多年中保持平均水平之上的利润率，这些公司常常是最好的长期投资对象。一般来说，保持超额利润率的时间越长，股票长期投资的业绩就越好。拥有安全边际。如果你支付了太高的价钱，你的投资收益率可能就会令你大失所望。任何一个投资者的目标都应当是在价格低于股票价值时买入。不幸的是，人们对股票价值的评估往往过于乐观，这经常导致未来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个令人苦恼的厄运。我们只有通过在股票价格充分低于我们对它的估值时进行交易的方式，来弥补这种过于情绪化的倾向。对于一家前景不确定的公司预留的安全边际，应该大于对盈利可以预期、前景可靠的公司预留的安全边际。例如，对于这样的稳定企业而言，20%的安全边际是合适的，但是你应该给另外那些不稳定的公司预留更大的安全边际。有人担心，如果今天不买，在这只股票上就永远失去了搭上这条船的机会。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公司突遭财务冲击并导致股价暴跌。未来是不确定的，毕竟如果你等的时间足够长，大多数股票会出现相对它们公平价值有较好折扣的价格机会。就像没有股票年复一年的直线上涨一样，我们可以说，不赚钱要比损失已拥有的金钱痛苦小得多。探索股票估值的一个简单路径就是看该股票的历史市盈率。你为1元的收益所要支付的价格，要考虑过去10年或更长时间。要证明今天的价格是合理的，你必须对该公司的前景有足够的信心，它要比过去10年好得多。有时候，当一家公司的估值相比过去高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提防。市场很可能高估了它的成长性，
你也许会遇到一只未来数年市场表现都欠佳的股票。长期持有，频繁交易的费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会大大拖累投资组合的表现。对待买股票要像重大的采购，并且最好长期持有，知道何时卖出。要持续不断地关注你持有股票的那家公司，你对公司的关注要胜过对持有的那只股票的关注。你花时间关注你所买入股票的那家公司的新闻和所处行业的信息，远比你一天看20次股价要有用。不要仅仅因为股价的涨跌卖出，但是经过认真的分析后，如果以下情况出现，应当卖出。你在第一次买入时犯了错误，公司基本面已经恶化，股价已经超出它的内在价值很多，你已发现更好的投资机会，这只股票在你的投资组合里占了太大的比例。4. 股市真谛。1. 市场是有规律的，市场的规律性源于不变的人性。华尔街没有新鲜事，华尔街不可能有新鲜事，因为投机就像山岳那么古老。股市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以后会再度发生，因为人的本性是从来不会改变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是投机者真正的死敌。恐惧和贪婪总是存在的，它们就藏在我们的心里。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从根本上说，由于贪婪、恐惧和无知，人们总是按照相同的方法重复自己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数字构成的图形和趋势总是一成不变地重复出现的原因。2. 耐心等待市场真正完美的趋势，不要先入为主，做预测性介入。时机就是一切，在恰当的时候买进，在恰当的时候卖出。交易不是每天要做的事情，那种认为随时都要交易的人忽略了一个条件，就是交易是要理由的，而且是客观的、适当的理由。股票做手必须对抗内心中很多代价高昂的敌人。赚大钱要靠等待，而不是靠想。一定要等到所有因素都对你有利的时机。市场会及时向你发出什么时候进入市场的信号，同样肯定的是，市场也会及时向你发出退场的信号，如果你耐心等待的话。真正重大的趋势不会在一天或一个星期就结束，它走完自己的逻辑过程是需要时间的。3. 正确就是正确，错误就是错误，只做正确的事情，不要错上加错。一位极具天才的投机家曾经告诉过我，当我看见一个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不跟他争执，我躲开。几天以后，如果一切看起来还不错，我就再回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正沿着铁轨往前走，看见一辆火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向我冲来，我会跳下铁轨，让火车开过去，而不会愚蠢地站在那里不动。他开过去之后，只要我愿意，我总能再回到铁轨上来。这番话非常形象地表现了一种投机智慧，令我始终不忘。解盘在这种游戏中是重要的一部分，在正确的时候开始也很重要，坚持自己的部位也一样重要。但是我最大的发现是，一个人必须研究和评估整个状况，以便预测未来的可能性。我不再盲目的赌博，不再关心如何精通操作技巧，而是关心靠着努力研究和清楚的思考，赢得自己的成功。我也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于犯下愚蠢操作的危险。一个人操作愚蠢，就要为愚蠢付出代价。4. 市场包容和消化一切，它永远都是正确的，顺应市场是最明智的。我的理论是，在这些重大的趋势背后，总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对价格运动背后的所有原因过于好奇，不是什么好事。5. 亏损是交易的成本，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从失败中得到足够的教训。不管交易者多么有经验，他犯错做出亏损交易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因为投机不可能100%安全。所谓经验，就是教训比较多，比较深刻，让人心痛，让人尴尬，不痛记不住，不痛不会反思。
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犯错是很正常，但是如果他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那就真冤了。6. 交易就是理性与情感的对抗。交易需要理性的计划。我很早以前就认识到，股市从来都不是平淡无奇的，它是为愚弄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而设计的。股市上的2种主要的情绪，贪婪和恐惧，往往是因为无知而产生的。贪婪、恐惧、缺乏耐心、无知和希望，所有这些都会使投机者精疲力竭。经过几次失败和灾难之后，投资者也许变得士气低落、沮丧、消沉，放弃了市场，放弃了市场所提供的赚钱的机会。投机者必须控制的最大问题就是他的情绪。记住，驱动市场的不是理智、逻辑或纯经济因素，驱动股市的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人的本性，它不会改变，因为它是我们的本性。7. 控制你的交易，管理你的资金。除非你知道你要进行的交易在财务上是安全的，否则绝不要进行任何交易。没有经验的投机者面临的困难，往往是为每一笔头寸付出的太多。人们都想在最低价时买进，在最高价时卖出。心态要平和，不要与事实争辩，不要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抱有希望。在投机中，没有希望的位置，没有猜测的位置，没有恐惧的位置，没有贪婪的位置，没有情绪的位置。8. 投资者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不是别的其他，而是投资者自己。大波动才能让你挣大钱。我想告诉你这一点，我的想法从来都没有去替我赚过大钱，总是我耐心等待替我赚大钱，懂了吗？是我耐心等待，对市场判断正确，丝毫不足为奇。我认识很多在适当时间里判断正确的人，他们开始买进或卖出时，价格正是在应该出现最大利润的位置上。他们的经验全都跟我的一样，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从中赚到真正的钱。能够同时判断正确，有耐心持有等待的人，看见我发现这是最难学习的一件事。但是股票做手只有确实了解这一点之后，他才能够赚大钱。华尔街有这么多根本不属于傻瓜阶级的人，甚至不属于第3级傻瓜的人，却都会亏钱。市场并没有打败他们，他们打败了自己，因为他们虽然有头脑，却无法耐心等待。9. 投机是一场游戏，更是你自己的事业，需要持续的努力、付出和总结。我是在寻找比消遣和社会交往更大的游戏。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股市上最优秀的人，这给我带来了真正的愉快和满足。炒股实际上就是玩游戏，一定要在这场游戏中获胜。好的股票交易者不能不像训练有素的职业运动员一样，他们必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充沛的体力。如果他们想使自己的精力总是处在巅峰状态的话，体力与精力必须保持一致，因为没有比股市更紧张、更令人兴奋的战场了。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